尽管罗马帝国的疆土辽阔，但罗马人从未染指格陵兰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僻的岛屿，已经成为那些对古代经济历史感兴趣的人的热门去处。格陵兰岛的冰层保存了欧洲和北非在铸造银币过程中释放到大气里面的铅的痕迹。由于银币的铸造贯穿整个古代，遍及世界各处，因此冰层里面铅含量的波动就可以衡量古代货币供应的起伏。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跟踪前沿科技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当然，这样的证据有时也会产生矛盾。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战争迫使了罗马失去对一些大银矿的控制，但来自其他地方的证据表明，铸币并没有因此减缓。在《考古和人类学科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利物浦大学的考古学家乔纳森·伍德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他们认为，罗马人开始回收利用，不仅回收本国的银子，而且回收其他国家掠夺来的银子。伍德博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质 denarius 硬币，这种硬币几乎是罗马货币的支柱，长达近450年。他从历史记录中了解到，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期间，罗马对伊比利亚和南法银矿的控制因战争而中断。来自格陵兰的冰芯数据同样显示，从公元前150年左右开始，铅浓度出现了下降。但论文指出，尽管它们主要的原材料突然变得稀缺，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流通中的硬币数量有所减少。可能的一个解释是货币材质的稀释，通过将银与另一种更便宜的金属，如铜混合，以使现有的银更为延展。确实有一些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但这并不足以作为唯一的解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的超过1000枚硬币的记录表明，从公元前160年到公元20年间 ，denarius 硬币的银含量很少低于 95%， 并且它的下降时间，例如在公元前91年到公元前87年的社会战争期间，罗马与其名义上的盟友进行了多次战斗，这并没有与银供应中断的时间紧密对应。为了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伍德博士分析了硬币中存在多少不同元素。黄金，所有在古代生产的银都含有少量的黄金，精确的含量取决于银是在哪里挖出的。伍德博士和他的团队分析的大多数硬币都含有与伊比利亚开采的银特征相符的较高水平的黄金。然而，在公元前12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含有非常低黄金水平的硬币集群，这可能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个大的新矿，但是冰芯数据没有显示铅排放的相应增加。伍德博士认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罗马人实施了回收政策，通过回收旧硬币并将其融化成新硬币。但伍德博士认为，这不太可能是整个故事的全貌。毕竟，由于采用相同的银子，新的硬币将具有与旧硬币相似的银金比例。如果你不回收你自己的银子，那么就是回收别人的银子。罗马的遥远军队本来就有充分的机会从其他地方获取银子。该论文指出，罗马入侵高卢后，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就在朱利亚斯·凯撒和他的军队于公元前49年满载战利品返回罗马后，硬币的金银比率显著下降。这说明罗马人通过掠夺高卢人的银子所铸造出了新硬币。凯撒的大部分战利品被用来资助他随后的内战，这场内战的余波最终导致共和国的灭亡。20年后，在公元前27年，盖乌斯·奥克塔维乌斯及凯撒的养子，以凯撒·奥古斯都的身份成为罗马帝国的第1位皇帝。硬币和冰层中都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些线索。欢迎给本视频点个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